李太，你猜我幾歲啦？睇起上嚟最多30零，唔夠40。我老太婆啦，個個都叫我美姨啦。一條皺紋都冇喎。是啊，連黃氣也不見。所以人人吃過我的餃子啊，都心裡有數，鬼不狗，沒有所賊。为什么一部全程没有一只鬼，更没有任何秃顶鲨的香港恐怖片，能火了整整22年，至今没人能超越它的大尺度和无底线？它就是陈果导演、李碧华编剧、白灵、梁家辉、杨千嬅联手演绎的《饺子》，同时也是3更2系列里最血腥、最没底线，也是最上头的一篇。某办6万人更是顶着生理不适，骂骂咧咧的打出6.8的高分。片中没有任何鬼怪，却让我看完3年都不敢碰饺子。友情提示：本片或许会引起生理性不适和心理阴影的双重暴击，赶紧艾特你胃口好的兄弟们一起观看。故事一开始这个叫梅姨的女人正在过海关，手里提着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饭盒，第一层是火腿蛋饭，是用来掩人耳目，可下面那一层装的东西我是看了头皮发麻。粉红色带着血迹，一个个就像剥了壳的虾仁。这位就是江湖人称梅姨的神秘女人，她专门做一种吃了能返老还童的饺子，效果比任何护肤品都厉害。而她的活招牌就是她自己那张60多岁看起来却像30岁的脸。镜头一转，一身名牌戴着墨镜的李太太鬼鬼祟祟地出现在这个破旧的楼前。她曾经也是个大明星，现在嫁入了豪门，成了富豪李世杰的太太。但豪门的日子也不好过，老公在外头花天酒地，专门找20出头的小姑娘。她呢，人老珠黄，连家里的保姆都对她爱答不理。她今天来就是为了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你係李太啊，好靚啊！有人介紹我嚟，話啲餃子係最貴嘅。那當然，李太請進。一進門，梅姨就趕緊招呼她。李太啊，其實我認出你來了。記得剛來香港的時候啊，常常在電視上看到你，你好紅啊！我退出咗10幾年嘅啦。梅姨的話也讓李太心裡有了一絲酸楚。這時梅姨讓她猜年齡，李太取下眼鏡看了又看，說最多也就30啷當歲。梅姨頓時笑得合不攏嘴。其實梅姨已經是60多歲的人了，香港很多人都知道梅姨的這個絕活，她自己本人就是活招牌。所以人人吃過我的餃子啊，都心裡有數，鬼不狗，沒有所賊。只見她梅姨手上的刀起起落落，那粉紅色的食材帶着粘液 Q 彈 Q 彈的，被熟練的剁成碎末。古方人說啊，好受莫如倒着，好吃啊莫如餃子。這餃子啊，已經有1400年的歷史了。李太看着牆上的照片發呆，根本沒聽進去梅姨在說啥。很快餃子下鍋了，皮兒薄餡大，煮熟之後更是晶瑩剔透，面皮下面透出那種特殊的粉嫩光澤，看的是不是挺有食慾？李太迫不及待挖起第一個，還沒咬了一口直接就吐了，並不是不好吃，而是他心裡那道坎兒實在過不去。誰知這時路過的狗都嫌棄，聞了聞竟然也不吃。梅姨不緊不慢地把掉在地上的餃子撿了起來，埋進了花盆裡。為了消除李太的心理障礙，梅姨開始繼續洗腦。李太，我告訴你啊，一些名貴的營養品、化妝品都說有什麼雪燕、靈芝、花粉、珍珠、玉醬、溫泉精華。我們女人啊，回春補身，得由內而外，才能白裡透紅呢。這種成績啊，只有靠我的秘方。看着眼前這個皮膚和氣色比自己還好的60多歲老太婆，李太徹底心動了。就這麼着，她也不講了，一顆一顆的把這些餃子吞進肚子裡。那麼問題來了，李太為啥要這麼作踐自己呢？說白了，還不是因為家裡那個老流氓。她的老公李世杰雖然頭髮都白了，但色心依舊不老，並且專一得很，永遠只喜歡20歲的女孩。兩口子度假住在酒店裡，結果老公一眼就相中酒店的女服務員。這麼多年，他天天吃活珠子補身體，活珠子就是那種還沒孵化出來的小雞兒，連毛帶骨頭，一口一個。今天是兩人結婚15周年紀念日，可她老公壓根兒不記得，直接隨手給她一張支票。李太其實心裡也知道，他們夫妻倆現在也只能靠金錢來維繫了。
画面一转，李泰再次找到梅姨。经过第一次吃完饺子，李泰发现气色果然好了不少。这就跟吸毒一样，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他再次登门，这回已经是熟客了。梅姨也不拿他当外人，直接开门见山。李泰，你有没有想过生孩子啊？都唔知我有問題，定我老公有問題。李泰，別怕，我包你回春，一定要抓回男人的心。李泰嫌见效太慢，想来点更快的。梅姨这才透露了行内的秘密。其实啊，5、6个月最漂亮了，要用水蓝穿刺引下来，外面啊有一层奶油似的胎脂包着。而李泰这边的胃口也是越来越大。经过这段时间的变化，再也没有了任何心理负担，钱一到位，那边食材说来就来。这天，一个母亲带着一个15岁的女孩找上门，女儿也是可怜，怀了孕，不敢去医院，只好求梅姨帮忙打掉。脚都水肿了，见度了。我以為佢肥咗咋。都5个月了，100天以内啊还可以人流刮宫，5个月都扎根落户了，不能硬来，骨头啊会刺穿子宫的，太危险，我不能走。我求下你啊，阿琪都15歲咋，咁點算啊？我都上岸不幹了，違法了。咁都叫佢生佢出嚟咩？佢個人都未成年，點同老母啊？梅姨一看肚子都多大了，刚好5个月。可转念一想，这哪是堕胎，这不明摆着就是送货上门吗？第二天，李泰来到酒店，谁料竟然听到自己老公的声音。原来出差的老公竟然背着她带着小三来酒店了。李泰并没有声张。他们完事后，李泰带着梅姨悄悄跟着小三。不巧的是，对方上了地铁就跟丢了。李泰不甘心，直接找到老公正在施工的别墅，一顿发泄，意识到小三也即将上位，自己不能再等了。画面一转，梅姨这边虽然知道手术的风险特别大，但是为了利益，她决定还是接了这个活。经过1个多小时的操作，终于把这个小生命给取了出来。完活立刻打电话叫来了李泰。李泰，嗑瓜子儿，这回啊给你做蒸饺。梅姨这次换了个花样，做的是蒸饺。李泰实在忍不住好奇，偷偷拉开帘子往厨房里一看，就这一眼吓得他是魂飞魄散。李泰尖叫着跑下楼去，正常人这时候早就受不了了吧？但李泰跑出楼道，冷静下来一想，老公还在小三的床上呢，自己要是这么回去，后半辈子可怎么办？欲望最终还是战胜了人性，他深吸一口气，又转身走了回去。谁知梅姨早就料到他会回来，端着盘子让他仔细看，眼神从一开始的恐惧慢慢就变成了贪婪。他迫不及待地催促梅姨，梅姨二话不说就开始剁馅儿，不到半个小时就做出了晶莹剔透的蒸饺。李泰立刻开始细细品尝起来，咬的脆骨嘎巴嘎巴的，我是真的有点绷不住了。好巧不巧，这笼蒸饺一下肚，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就在李泰刚放下筷子时，电话就响了。喂，原来是她老公，那个天天不着家的李世杰，这天打高尔夫摔断了腿，终于想起自己还有一个老婆。李泰赶紧来到医院，这时李世杰愣愣地看着他，眼神都拉絲了。你整親隻腳先識搵老婆啊？我平時去咗邊，你都唔在意㗎啦。廖香，你好耐冇掂我。李泰心想，这梅姨承不起我呀，这一下他对这饺子是彻底上瘾了。但凡事都有得必有失，那个15岁的小女孩呢，因为手术不规范，结果在回家的公交车上大出血，血流了一座位，下车就死在了街头。母亲抱着女儿的尸体，哭的是撕心裂肺，一怒之下回到家，拿起菜刀就把那个禽兽老公砍成了重伤，一个家庭就这么毁了。可这些李泰并不知道，他也不关心，
此时的李太还沉浸在返老还童的喜悦里，于是她请了一堆富太来家里聚會，席間大家都在誇她的皮膚好，都來找她取經。可能咧係羊胎素或者赤靈芝，一隻天生雪蓮。我就話唔係啦，我梗係塊面皮大收貨。一定有嘢嘅，唔知食乜就真係。李太正得意呢，這時突然有人說道：點解今晚啲餸草有啲腥味嘅？係咪啲牛肉啊？啲牛肉係咪呢陣味？我都唔聞落嘅。係魚啊？好似又唔係魚啊。我就覺得好似有啲好怪嘅味。我都覺得啲餸有問題咩？條魚咁靚，好似又唔係條魚喎。老睇啊，好怪嘅味啦。老睇啊，聞到啲咩味啊？好似喺呢邊嚟嘅就唔係。李太不自覺地聞了聞，發現這味兒竟然是從自己身上散發出來的。她慌忙躲進浴室，又是泡花瓣，又是倒精油，皮膚都搓紅了，那味兒死活就是去不掉。她徹底慌了，趕緊打電話給梅姨。喂，梅姨啊，你嗰極品係咩嚟㗎？你俾咗咩我食啊？個 BB 係咪病㗎？個 BB 係咪有毒㗎？我而家成身都係腥味啊！說什麼呀？我吃了20多年，看我像有病的嗎？我話俾你知，如果有咩事，我一定會報到你㗎。可李太的老公李世杰拿起家裡的電話分機，聽到了一切，他也不動聲色，但心裡已經打起了算盤。梅姨在電話那頭悠閒地摳着腳，李太看着電視裡20歲出頭青春靚麗的自己，再看看鏡子裡渾身腥臭皮膚潰爛的自己，她徹底崩潰了。她開始懷疑自己到底要不要繼續下去。畫面一轉，李世杰根據電話裡的信息找到了梅姨的地址，剛打開門就給梅姨來了個下馬威。你叫梅姨啊？是，李先生。你喺度做不法勾當喎？怎會？我只是賣餃子的私房小店。你教人食人喎？真係有效。李先生，您請。我要好好招待一下你，正式一下。得知李世杰也是想來吃餃子的，梅姨頓時放下心來，說完就開始撩刺李世杰。這老色批哪受得了這種挑逗，二話不說就開始整仗了。可就在這時，他無意中看到牆上1960年梅姨20歲時的海報，這時的李世杰算是徹底服了，他比任何人都想變年輕，這下算是找對地兒了。與此同時，李太着急忙慌地打來電話，現在他急需新的餃子來維持自己的身體狀態。梅姨也是真不地道，一邊賺着李太的錢，一邊睡了人家老公，釣上了大金主。李太來找他拿貨，他就閉門不見，的確沒有職業操守。隔日，李太去醫院檢查，醫生告訴她懷孕了。李太當時就傻了，她不是不能生嗎？這餃子不但能返老還童，還能治不孕不育。可就在這時，她發現自己又犯癮了，就是想吃餃子了。找到梅姨，可對方卻告訴她自己已經不打算接活了。說白了，就是因為釣上了大金主李世杰，她現在已經看不上李太的仨瓜倆棗了，當場就拒絕了李太的請求。可到了下午，警察接到了報警，之前那個大出血女孩的母親一怒之下就活活砍了自己禽獸老公幾十刀。根據線索，警察得知是梅姨做的非法手術，而此時的梅姨早已聞風而逃，消失得無影無蹤。斷了貨的李太始終聯繫不上對方，徹底瘋了。其實這個電影有兩個結局，一個比一個狠。在3跟2的短片結局裡，李太看着自己肚子裡的孩子，露出了詭異的微笑。她拿起鐵絲，緩緩伸向自己的身體，虎毒還不食子呢，這他媽比鬼還可怕。而在加長版的結局裡，更現實也更黑暗。李太其實並沒有懷孕，懷孕的就是那個酒店的小三。李太找到小三，甩出雙倍的價錢，讓他把孩子打掉，錢你拿走。小三想都沒想就答應了。來到醫院，李太親自坐在旁邊欣賞。林醫生，佢個肚4-5個月大，千祈唔可以流產。如果孕產嘅話，亦都唔可以打針。我唔要個 BB 胎死腹中有毒。孕產嘅時候，
要用導尿管插入，打前列腺素刺激子宮去生，個 BB 咁樣先可以完整無缺。还开始指挥医生。最后，她捧着那个从老公情人肚子里挖出来的5个月大的胎儿，她的脸上也露出了满足的笑容。这一刻，她从一个被吃的受害者，彻底变成了一个吃人的伥鬼。影片最後閃回她結婚那天。第一個願望呢？我要我嘅男人一生一世都愛我。我一定會㗎啦！第二個，永遠都咁開心。第三個呢？青春美麗。 3个愿望听起来多美好，可现实呢？为了这3个愿望，她把自己活活变成了一个靠吃胎儿续命的怪物。最恐怖的是什么？是这个电影里她根本没有抑制鬼，却比任何鬼片都让人后背发凉。她告诉你，人为了欲望可以比鬼更可怕。据说现在还有不少人为了保养，私下里搞各种稀奇古怪的偏方。我就想问一句，当青春和美貌需要用别人的命来换的时候，你还敢不敢吃？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我是听雨，关注我，咱们下期再见，拜了个拜。